當菲斯都接替了前任總督的位置，他迅速將目光投向了耶路撒冷。抵達該撒利亞後的第3天，他便馬不停蹄地前往那座充滿陰謀的城池。耶路撒冷的當權者們早已布好了局，他們試圖通過各種手段說服新上任的總督將保羅押解回耶路撒冷，實則在途中設下伏兵，意圖將其直接除掉。然而菲斯都以保羅现被拘留在該撒利亞為由，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並邀請他們一同前去，在法庭上當面对質。幾天後，在法庭上，保羅面對着那些圍攻而來的猶太領袖，他們羅列了許多嚴重的指控，卻始終無法拿出一項真憑實據。保羅平靜地面對這些針對律法、殿宇及最高行政官的無端指責，堅定回應：我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這裡律法、殿宇或是冒犯最高行政官的事。菲斯都為了討好那些充滿敵意的人，轉頭問保羅：你願意上耶路撒冷，在那裡接受審判嗎？保羅敏銳地洞察到其中的凶險，他站在那裡，聲音堅毅：我是站在最高權力的審判台前，這是我應當受審的地方。如果我真的犯了該死的罪，我絕不逃避。但他們既然拿不出證據，就沒有任何人能強行将我交給他們。我直接向該撒提出上訴。菲斯都和身邊的參謀短暫商議後，給出了最終的決定：你既已上訴於該撒，那就要往該撒那裡去。隨後的日子裡，當亞基帕王與百尼基士前來拜訪時，菲斯都談及了這樁令他頭疼的案件。他坦言自己無法理解那些猶太領袖與保羅之間關於神靈或某位已故者耶穌依然活着的爭論。亞基帕王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菲斯都便安排在次日由他親自聽審。次日，廳堂內灌溉雲集，保羅被帶入會場，面對着亞基帕王及眾軍官，菲斯都指着保羅向眾人陳述道：你們看這人，為了他，耶路撒冷和這裡的民眾曾向我懇求，說他不該再活着，但我查明他並未犯下任何該死的罪。既然他已提出上訴，我便決定將他送到該撒處。他無奈地嘆了口氣，只是送解囚犯卻說不出具體罪狀，實在是不合理的，因此我才帶他到各位面前，希望能經過這一番審問，理清他的案情。在這一刻，保羅站在權勢的中心，等待着命運的又一次抉擇。從耶路撒冷的暗殺計劃，到該撒利亞的政治審訊，再到王室聽審的高規格場面，這一章把保羅推向帝國權力結構的最高層級之一。他不再只是宗教爭議人物，而是進入必須被羅馬正式定義的狀態。